现在的有钱人玩的真是花呀！大白天玩这，还让我送避孕套。老公，月瑶，你这个贱人！他妈为了你一天打8份工，你他妈出轨！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也不用再等了，离婚！我可是凌源集团的高管，而你只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拿什么和我比啊？去他妈的！恭喜宿主成功激活最强男子汉系统，只要宿主不断展现男人雄风，就可获得系统奖励。检测到宿主正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，奖励宿主身体强化。现在轮到我了！快开车去凌云集团找我爸。好。王八蛋，这事老子跟你没完！宿主凭借武力打退坏人，充分展现男人雄风，霸气侧漏。奖励宿主凌云集团60%股份以及董事长职位，绝对控股凌云集团。凌云集团就是那对狗男女在的那个公司。有了这男子汉系统，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凡，听说你和月瑶感情出了问题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你。我正要去凌云集团找他离婚。好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嫂子总是这样，关心我，照顾爸妈。大哥去世的早，这些年多亏了嫂子替我照顾父母，我才能安心。行，我现在是凌云集团董事长，回头嫂子就给我当助理。看来月瑶的事对不凡打击太大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衣服脏了，换一件就是。没想到市值1000亿的凌云集团，如今就是我的了。今天的不凡好有男人味儿。哟，这不是绿毛兄吗？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也配来凌源集团？狗男女！林不凡，你能不能干点正事？别我去哪里你就跟到哪，像个跟屁虫似的。你还没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吗？每天打着零工，一身的臭汗味，连个男人样都没有。月瑶，不凡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背叛他！苏晴，你一个寡妇，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月瑶，我告诉你，你再对嫂子不敬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们都要离婚了，那是你嫂子，又不是我嫂子。村哥，我不想看到这2个人，让保安把他们赶走。林不凡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跪下来给小月我磕3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们安排一个扫厕所的工作。林不凡，你还不快过来谢谢村哥？以你的身份，能来凌云集团扫厕所，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。嫂子，不如把你爸妈一起叫来扫厕所。月瑶，你过分了，你满嘴喷粪，不会是因为刚在厕所里吃过吧？你嫂子，厉害啊！你之前对月瑶那么好，没看出来啊？之前是一家人，我可以惯着他，现在不是了。他背叛你，还敢对爸妈不敬，辱我家人，该打。嫂子打得好。你们2个满身穷酸气儿的人，还敢在凌云集团说笑？保安呢？把这2个给我赶出去！不仅要赶出去，还要把这个人的骨头给我敲断，让他生不如死！林不凡，你还敢打人？好啊，你还敢打我？给我打断他的腿！我倒要看看今天到底是谁打断谁的腿。你一个住狗窝的废物也敢这么嚣张？你的人生就像脚下这条穷路，又臭又长，没有任何希望。给我上！谁敢，谁都不能欺负不凡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嫂子，你去旁边待着，这几个小喽啰还不给我塞牙缝的。凌云集团的保安只会仗势欺人吗？我的手！哎呀！
现在，你还要打断我的腿吗？你别过来！我爸是王大年，是凌云集团总经理。你敢动我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林不凡，你疯了！打人是犯法的。犯法？你们刚才让保安打断我的腿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会不会犯法呢？林不凡，你敢打断我的腿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我等着。哪个不长眼的敢打我王大年的儿子？爸，我儿，王叔叔就是这个送外卖的废物林不凡打了我们，你看他把聪哥给打的。你个王八蛋，竟然敢打我的宝贝儿子！你就是在打我们凌云集团的脸。凌云集团何时轮到你们爷俩当门面了？难不成是因为你肥胖如猪，他蠢笨如狗？你，小子，皮肤还想撼大树，不自量力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得罪凌云集团经理会是什么样的下场。凌云一个小小的经理也敢这么放肆？我身为凌云集团董事长，将你就地革职查办。你要是董事长，我跪下喊你爹，给我上！住手！徐总，徐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小子竟然在凌云集团撒野，给我儿的腿都干瘸了，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林不凡，你死定了！惹了凌云集团，10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。林不凡，徐总来了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可惜已经晚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这个闹事的给我抓起来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林董不敬？林董，迎接来迟，请您恕罪。林董，我操！徐总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个臭送外卖的。徐总，我跟他结婚3年了，他什么鸟样我最了解，他就是个每天打8份工还养不起老婆的废物。徐总，你怎么帮他演戏啊？为什么呢？林董是我们凌云集团唯一的控股人，是我们凌云的天，岂容你们质疑？不凡，竟然真的是凌云集团董事长。通知下去，即刻解除王大年与凌云集团的劳动关系。另外，提起诉讼，以王大年和王聪损害公司声誉和利益，要求索赔，往死里赔。是。阿爹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检测到宿主让敌人下跪，充分展现男子汉血性，奖励宿主最强商业大脑。啊，小畜生，还不给你爷爷磕头！你利用公司项目中饱私囊，任由自己的儿子为非作歹，利用公司资源为自己谋利，你们2个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林不凡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不就是小人诈得势吗？你个废物会什么？迟早把凌云集团败光。我呢，现在是凌云集团的董事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连给我当孙子的资格都没有。王大年，你涉嫌损害凌云集团名誉和利益，参与多起贪污受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过我儿子。走。老大儿，多谢你的好言提醒啊。王聪、岳瑶，我和他还没离婚呢，他不能对我怎么样，我还要分走他1半的家产。干什么？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我上个月发加班费给你买的，脱下来。还有你身上的衣服也是我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林不凡，你小子别太过分。要么你们就自己脱，要么……不要，我脱。滚吧！哎，等等，把你们的脏衣服都拿走扔垃圾桶里。哎，你们2个看着他们点儿，这路上但凡敢穿一件，给我揍他们一顿。要是没扔到垃圾桶里，再揍一顿。是。林不凡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聪哥，检测到宿主打脸渣男贱女，对恶人公开羞辱，将重惩绳之以法。奖励宿主云顶府邸1号别墅1套和永久性预知危险能力。系统奖励很丰厚啊！等我处理完工作的事，就去看看我的大别墅。去把王大年同伙的资料都整理一下。是。
不凡，你真是凌云集团的董事长？是啊，嫂子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。爸妈肯定特别开心，特别欣慰。当然，我也很开心。嫂子，走吧，去我办公室看看。林董，第一份是王大年的3个狗腿，证据已经交给橘子，警察已经把人带走了。不错，手段凌厉，打击干脆，处理得很干净。林董好厉害，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手段。离婚协议书还需要再改一下，我不希望他从我这儿拿到1分钱。联系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和私家侦探，收集岳瑶婚内出轨的确凿证据，还有他近期所有大额消费和资金流向，还有王聪他们家的违法证据，还有财务漏洞。明白，我立刻去办。不凡，你那房子那么乱，要不你去我家住吧，我也方便照顾你。嫂子，我这儿还有住处，你不用担心。你还有住处啊？该不会不凡为了安慰我胡编出来的吧？我还是要照顾着他。爸妈不在，我过去给你做点饭，也方便照顾你。走吧，我们去车库。走吧。系统提示宿主，车库存在危险，王聪想要撞死宿主，正在等待宿主出门，请谨慎出门。你怎么了？好，没什么，我们先等一会儿。有一只恶心我们的臭虫需要处理一下。听你的。车库 B 区有一辆黑色轿车，车主现在情绪极其的不稳定，有暴力倾向，有可能危害集团的安全。你们现在立刻派人隐蔽接近，在他发动汽车的瞬间，以处理危险源为由，把他控制住，动静弄小点。收到，立即执行。喂，你好，这凌云集团车库有人疑似酒驾或者毒驾，车主好像叫王聪，现在情绪极其的不稳定，而且随时可能冲撞，伤及无辜。你们这边尽快派人过来处理一下吧，这太吓人了。不凡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？嫂子，我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你信吗？再说了，对付这种蠢货，甚至不需要弄脏自己的手。不凡不仅是凌云集团的董事长，连手段都变得如此深不可测。王聪在他面前，真的就像一只被玩弄于股掌的臭虫。出来啊，林不凡，老子今天撞死你，同归于尽！出来啊！老实点，我们怀疑你意图危险驾驶，危害公共安全，配合检查。放开我！我是王聪，我爸是王大年，是集团经理。我要撞死那林不凡！放开我！先生，你涉嫌毒驾及危害公共安全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走。林总，目标已控制，已被警方带走处理。做得很好。行了，嫂子，现在臭虫处理干净了，咱们回家吧。不凡，你真厉害。哎，等一下。岳瑶在集团门口大喊大叫，撒泼打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带着离婚协议，我现在立马下去。岳瑶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我陪你一块下去吧。既然要离婚，那就都处理干净。他叫过来给我评评理呀！林不凡那个负心汉，他贫困的时候，我在他身边不离不弃，对他忠贞不渝。现在他有钱了，就要抛弃我这个糟糠之妻，还要让我净身出户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姑娘，你得跟他斗到底。你老公身边该不会有什么小三小四吧？你怎么不找律师，反而在这儿呢？还不是他有钱有势，我怕他偷偷报复，只能把事情给闹大了。不凡，不凡，我错了，我爱你。以后你无论是左拥右抱，还是流连夜场，我都不管了，只要你别抛弃我。姑娘，别和这种烂人纠缠，你就该离婚，分他一半财产。这男人看着人模人样的，竟然左拥右抱，享其人之福。岳阳，演够了吗？真相到底怎么样？你应该最清楚，不要再演了，
别在这里败坏不凡的名誉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能合起伙来欺负我？月瑶，我可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拿着这份离婚协议，签字滚蛋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难看。我不签，除非你把凌云1半的股份给我，或者是每天给我10万块钱，不然我就每天在这里闹，让全林市的人都知道你林不凡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。你不分我1半凌云的股份和钱，我就让你们凌云挣不了钱。哼，冥顽不灵。许柔，各位看清楚了，这位是月瑶女士，在婚姻存续期间背叛家庭，与多名男子暧昧不清，甚至用夫妻共同财产去讨好情人。原来出轨的是这女的，这哪是忠贞不渝啊，这是盗富啊！这女的花的都是男的钱，还把存款都花光了，这比吸血鬼还可怕呀！刚才差点信了你的鬼话，自己偷人还倒打一耙，真不要脸！现在没有照片了吧？你喜欢撕照片是吧？我让你一次性撕个够！你凭什么能分走我的财产？你花的每一分钱，那都是我起早贪黑挣回来的。你拿着我的钱去养野男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岳女士，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，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，到时候你不仅要赔钱，还要进局子。签字滚蛋！消失在我的视线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岳女士，离婚协议正式生效，你不再是林先生的妻子。如果你再纠缠，我们就告你骚扰。各位，戏都已经看完了，我不希望我的视频还有照片有一丁点的泄露，否则带着保安一个个检查他们的手机。是。不凡，我没想到你和月瑶结婚了，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应该多来看你，多照顾你的。嫂子，这说哪里话？这几年你一直没改嫁，就在老家工作照顾爸妈，那么辛苦还能时不时来照顾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检测到宿主成功处理危机，摆脱恶毒前妻，维护自身名誉财产，手段干净利落，极具男子气魄，奖励瓦达商业街和商场所有权和管理权。瓦达商业街和商场？你想去瓦达商业街？正好也该吃饭了，我们就在那边吃饭。好，正好我去看看商业街的情况。走吧。几百家商铺，光租金1个月就有几千万，1年就有好几个亿。我也过上了包租公的生活，每天躺着收钱，我想着吃喝玩乐就有的愁了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是月瑶的老公林大穷光蛋？月瑶不要你了，你吃不到软饭就来商业街要饭啊？这是月瑶的闺蜜沈妙，我和月瑶在一起时就没少说3道4，一直劝月瑶和我离婚。当初听了她挑拨，也就没那么多事了。沈妙，不凡怎么样，轮不到你来说3道4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闺蜜一样，满心满眼都是金钱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可是这儿的工作人员，这可是瓦达商场，光在这儿工作就有不菲的工资。当然了，你这种底层穷人是接触不到的。我还要迎接我们商业街的新主人，你们快滚，别待会儿被保安当成乞丐轰出去，那才叫难看。沈妙，你嘴再这么臭，我不介意拿马桶刷帮你清洗一下。工资不菲啊，降薪会影响其他人，看来只能开除你了。林不凡，你做白日梦呢？还开除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这条街的老板吗？装逼也不怕遭雷劈。
林总，欢迎您视察您的产业。本商场是目前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商业体，所有交接文件已经准备妥当，就等您签字了。这也是不凡的，不凡竟然是瓦达商业街的地下皇帝，不凡还能带来多少惊喜？李经理，不必这么兴师动众，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热闹，欢迎仪式就免了，直接办手续吧。是，林总，一切按您的意思办。这是初步的产权文件，去年1整年销售额和本季度租金收益报表，请您过目。年销售额180亿元，出租率常年维持在98%以上，年租金收入高达15.57亿元，这么多，我要冷静一下。这么高的收益，林总竟然面如平湖，他的实力和财富该有多雄厚啊！不凡这么厉害，月瑶真是个不长眼的，放着又帅又能干的不凡不要，去找一个丑不拉几的王聪。整体收益的确不错，不过我给你提个建议，咱们这儿有的员工的素质有待提高，千万一定要避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我们商城可不能被某些人连累啊！李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咱们商场的老板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闺蜜的老公，每天打8份工才活得下来，他一定是骗了你。放肆！林总是瓦达商业街及商场唯一的所有权人，产权证上的名字清清楚楚。您个小职员也敢在这里污蔑林总？林总，非常抱歉让您遇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，是我管理失职。这个人呢，嘴太臭了，严重影响咱们商业街的形象，直接开除吧。另外，让他赔偿咱们3倍的违约金，以此来警示其他的员工，记得要提高个人素质。是，林总，我立刻处理。沈小姐，请你即刻离开，离开之前请赔付3倍违约金，否则我们将对你追究法律责任。现在，请你立刻向林总道歉，然后离开，不要打扰林总。林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高抬贵手。机会呢，我已经给过你了，但是刚才你自己扔掉了。另外，我悄悄地告诉你，我已经和月瑶离婚了，她不仅净身出户，还要赔我钱呢。你们闺蜜俩真是好样的。带走，记得还钱啊！上个季度租金到账3800万，不错，租金到账了，效益不错。以后这些事情还是交给你负责，放心吧，跟着我干，你只会挣得比以前多，不会比以前少。是，林总，您和夫人是继续巡视商业街，还是有其他安排？需要我陪同吗？我不是。李经理，你去跟进后续事情吧。是，林总。不凡，你真的做到了，你真厉害。嫂子，我们家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你先去停车场吧，我去买点东西。好。哎，家人们，快看，这才称得上车，这颜色，这车型，哎，就得配真男人。姐夫，你不去打工赚钱养我姐，你到这儿干嘛？这里的车，你买得起哪一辆啊？那你就买得起了？那可不，这车就是我的。哦，原来这辆是你的车呀！哎，那你叫他一声，看他答不答应？啊，这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反正你这一辈子也摸不到这种车的方向盘。我告诉你，林不凡，你赶紧跟我姐离婚，别耽误我姐成为豪门太太。豪门太太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一家子是真爱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啊！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俩赌一把。我要是叫他，他要是答应了，你给我跪下来道歉。好，赌就赌，你一个穷鬼有什么资格跟我叫嚣啊？啊，对了，我还要找一个证人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跪下来跟我道歉。哎，随便随便。叫，我看你一个连车牌都不认识的废物，怎么让豪车答应你？哦，是吗？
鸳鸯，刚刚让我没了工作，现在又想搞什么鬼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样的车？哦，你偷的，一定是你偷的！偷？看来你和你那个姐一样，都是脑子不太好使啊！哎，要不要我把这个购车合同还有机动车登记证拿出来给你看看？哎呀，也对啊，就算拿出来，以你这个智商，压根儿也就看不懂。跪下来道歉！我放你屁！老子才不会跟你道歉呢！你不过就是个渣渣！我要回去告诉我姐，让王聪狠狠的报复你！我说你也是够蠢的呀！啊，怎么不告诉他我的身份，让他自己在这儿找虐？我没有，咱别理他。这车就是他租的，他有个毛线身份？咱们回去找王公子收拾他，让他爸妈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沈明，你还想要工作吗？林总，我想，刚刚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沈明，你疯了！你求他做什么呀？他不过是我姐养的一条狗，他还得求着讨好我姐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。林总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让他给我跪下道歉，给我这3年受的委屈道歉。然后，你呢，离开他，到我身边来，大声骂他，骂得越大声，骂得越好听，我就……明白，我明白。沈总您放心啊。明白，我明白。沈总您放心啊。哎呦！好，真好。沈明，你这个贱人！林总，那我的工作……我不要老鼠屎。不是你刚刚说让他给你跪下，我打他你就给我升职加薪的吗？我可没答应你恢复你的工作，也没说给你升职加薪吧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沈明，你个蠢货！狗咬狗，照个。记住今天的教训，以后见了我绕道走，再让我听到你嘴里不干不净，下次打你的就是我了。滚！不凡，刚刚那个是月瑶的弟弟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一只嗡嗡叫的苍蝇，我都已经赶走了。嫂子，东西都买好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好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惩戒势利眼小人，维护自身尊严与财产，手段果决，充分展现男子汉威严，奖励存款10倍翻倍券。存款10倍翻倍券？我现在手上的现金流只有刚到账的租金3800万，翻10倍，那就是3亿8千万，资金多了10倍，做事肯定会顺利许多。钱生钱，以后我会有更多的钱。还得是嫂子做的汤好喝。喜欢的话就多喝点儿，反正我现在在市里工作了，以后可以经常来给你做饭。那就要辛苦嫂子了。之前在家里要照顾爸妈，来了市里以后还要关心我。这有什么辛苦的？我们可是一家人。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就是我有点担心爸妈，来了市里就不能每天见他们了。没事，嫂子，我这儿现在不是有车了吗？咱俩随时可以开车回去找爸妈。吃饭吧。哎，妈，我见到嫂子了，我们正在一起吃饭呢。你们吃了没有？不凡，你爸被气坏了，差点气晕过去。不是，妈，怎么回事啊？您先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爸不是在那个老家银行做保安吗？他们那个周副行长不分青红皂白，他就把你爸给开除了。今天
你爸拿着小钱之前给他买的鱼竿去钓鱼啊，也被那个周胖子一顿讥讽，说我们家穷到不配钓鱼啊，说你混得不好。妈，您和爸没事吧？爸现在怎么样？哎呀，拿来！哎呀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不服气。哎呀，别介，我在这家干不成，还能去其他地方工作。你妈非要给不凡打电话，给你们说了，除了让你俩烦恼也没什么用。哎呀，你们俩就别担心了啊！让我来说。喂，这要如果光是这一件事儿，我就不来烦你们了。不凡呐，那妈是打听过了，是月瑶爸妈和周胖子家里有联系。你也知道，那月瑶一家一直不喜欢我们，那也不能就这样搞掉你爸爸的工作呀。妈，那个，你和我爸也别着急上火，这事儿由我来处理。你和爸好好休息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还有妈，我和月瑶已经离婚了，以后见到他们一家不用惯着他们了。离婚了啊？好，哎呀，不烦呐，你别冲动啊，咱们家没钱没势，咱斗不过人家，我们就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就行。爸妈，这一切有我呢，你们别担心。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副行长，还欺负他爸妈头上了。不行，这欺人太甚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明天我就先回趟家里。这个周胖子，我要是不收拾他，我就枉为人子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能帮忙照顾爸妈。我现在资金不少，去银行存1个亿，不管哪儿的行长都得跪下来叫我爹，让一个县里的副行长俯首称臣，轻轻松松。至于岳家人，你们也得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办理的业务吗？存钱，机器存款更方便便捷。先生，这边来。我怕把你们机器累冒烟，毕竟我存的钱有点多。那您要存多少钱？1个亿。先生，您要存多少钱？1个亿。可这一箱子好像也装不下1个亿。这里面呢是100万，如果你们银行服务态度好的话，我就把剩下的9900万转存到你们银行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随我来 VIP 室。哎，之前那个保安老林呢？哼，得罪了人，一个电话就让他滚了。这个倒霉蛋！先生，您请这边坐，稍等一下。很好，你就是下一个倒霉蛋。周行长，那边那位先生想要存1个亿的钱。先生您好，我是本行的周副行长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周副行长，你拦着我的助理不让进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是不想要我的钱，那我就换家银行。反正现在求着我的是你们。哎，快请林先生的助理进来！一群没眼力见的东西，等着被开除吧！啊！林先生，感谢您选择我们银行，我是本行的行长方中发。方行长，久仰。我父亲也曾是贵行的一名员工，所以我优先选择咱们银行。哦，令尊是？好，这些不重要。方行长，刚才我们送钱过来，几个职员说奉了周副行长的严令，死活不让我们进，而且还质疑我们钱的来路。行长，我是要求严格，谁知道下面人执行过度。执行过度？我看应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吧。方行长，一看到这位周副行长我就很不高兴，要不我们还是换一家银行存吧。林先生，留步，我们的服务让你有不好的体验，必须纠正。周副行长，你被开除了。啊！哎呀，行长，为什么呀？你不是刚随意开除了一个很努力的员工吗？老林？难道老林他是我的父亲，你在开除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有没有考虑过他也上有老下有小？方行长，我现在突然心情很好，所以我决定把钱存到咱们银行。
感谢林先生，我们一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。这不是老林的儿子吗？你认识刚才那个人？认识啊，他叫林不凡，是老林的儿子，之前见过几次。老林人可好了，认真又负责。你把老林的号码给我。好，我要亲自打电话请老林回来，那我们不就和林不凡亲如一家了？他的钱不都得存过来？立功了，这个月奖励2000块钱奖金。谢谢行长。我呢，给大家每人发了2000的红包，看一下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！谢谢林总，跟着这样的老板太好了，我要一直跟着林总干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回去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们银行总行的行长给我打电话说啊，都调查清楚了，我没错，都是那个胖子，胡搅蛮缠。这个他已经被开除了啊，还说啊，让我在家休息2天，就回去上班去。看看这不凡和小晴一回来呀，咱们好事就来了，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哎，我们方行长说啊，还要给我升职嘞。哎呀，我去，可以啊爸，你这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这么说，这我们在家不得叫你林总？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蹄子又痒了是不是？敢调侃你老子？不凡，这事儿不是你做的吧？不是我做的，妈，我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？这倒是，我们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啊，好好活着就行。哎呀，你少说2句，快喝点水，吃个橘子。不凡现在可不是普通人呐。检测到宿主守护家人，为家人出气，极具男子汉气概。奖励奥驰汽车 4S 店所有权和产权。我正想给爸妈买点东西压压惊，4S 店好啊。爸年轻时就是司机，最喜欢开车了，送他1辆车。不凡呐，你着急忙慌的把我们带到这儿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不是为了庆祝爸升职，特意给你准备了小惊喜吗？妈，相信不凡，不凡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好，请。哎呀，你俩，你们呢？林先生，您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哎呀，迈巴赫，这是你给自己买的车呀？对，爸，这是我买的车，已经付完钱了。不过，这是给你买的车。买给我的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这做生意赚了点小钱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我儿子厉害，早晚出人头地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宝贝闺女那个废物老公吗？哎呦，这一股子穷酸味儿啊！哎，你们来这 4S 店干什么呀？不会也是来买车的吧？你们有钱吗？月瑶爸妈和月瑶一样势利，2个人结婚的时候拿了多少彩礼？结了婚还天天让月瑶贴补娘家，每回见到不凡都要羞辱几句。现在都离婚了，还臭不要脸的给不凡要钱。我正打算找你们给我爸妈报仇呢，你们自己倒撞上门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信不信我告诉瑶瑶，让她跟你离婚？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我和月瑶呢已经离婚了，而且她净身出户。她当时走的时候连衣服都没带出去。不光这样，还得赔我一笔精神损失费。哼，吹牛不打草稿，能把牛皮吹到天上去。就是，我们家瑶瑶甩了你还差不多。没错，我们家瑶瑶啊，就是和你离婚了也能够嫁入到豪门的。哎，王聪知道吗？认识吗？这个呀，可就是王聪给我买的呢。王聪？天天带着个玻璃渣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不，是，也就才10万块而已，很便宜的。哎，玉芬啊，要不你也买一个？是挺便宜的，才10万块钱。
都没那个眼屎大。你这掉地上，别到时候找不到了。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哎，有本事你给你妈买一个呀。我倒是买不起，但是我爸买得起啊，是吧，爸？口袋，爸。哦，对，这是老婆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钻石，这得100多万吧？嗨，小姑娘，好眼光。这是给我的。对。老爸，你可真爱我妈呀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就是玻璃渣做的，我这个才是最好的。怎么可能？林先生能买得起几百万的车，林叔叔怎么会买假钻石呢？你这个钻戒的确是好啊，这么小巧玲珑，戴在手上它也不累得慌。你像我妈这个，又大又沉还有分量，戴久了肯定累得慌。还是你的好啊！你怎么？哎，你们这儿有显微镜啊，或者放大镜也行。有放大镜，我给您去取。哎呦，这下看清了，这么大的钻石呢，晃眼睛啊，这都。够了，林不凡，我们好歹也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能当众打你岳母的脸？哼，长辈，你们也配？那不凡还是个孩子呢，值得尊敬的才叫长辈，不值得的就是狗屁。而且不凡都和月瑶离婚了，你们2位啊，就别端着岳父岳母的架子了。你们就这样管教儿子儿媳妇的？我儿子和小晴好得很，要你们在这里说三道四，整天带着个碎玻璃到处去炫耀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。哼，你当心呀，下次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啊，被别人盯上了，把你那个手指头给你剁下来。我呸，什么玩意儿！我说你们全家都有钱，你们要是这么有钱的话，不如把这个店里最贵的车给买了，反正王少爷到时候能给你报销。来了我的店不出血就想走，没门儿！你行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销售，我要换车，我要换最贵的车。对，就要那个最贵的。你好，先生女士，请刷卡付款。给他。银行卡到账200万元。银行卡到账200万元。你居然在网上下载这种铃声，专门用来骗人的吧？你可真是不要脸！林总，这是店内刚刚完成的交易，最贵的车已经卖出去了。这是此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上个季度的收入。这么恭敬，还有点卑微，这也是不凡的产业。等等，你叫他什么？这位先生、女士，我现在正式向2位说明一下，本店的实际所有权归属于林不凡先生。我作为店长，正在向林总汇报工作，请2位离开。林总，这是上个季度的收入，总共4500万，请您签字确认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大的店呢？啊！手续没问题，顾客既然付了钱，就让他们把车开走吧。毕竟有钱不赚王八蛋嘛。谢谢2位给我送钱，辛苦了。应该的，林总。2位这边请。给我等着！哎，你说那个林不凡是不是串通了销售骗我们的呀？啊，他怎么可能是这家4S 店的老板呢？我们还给他送了那么多钱呢，真是的。哎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反正也不花我们自己的钱，大不了让瑶瑶跟王聪再要点钱。也对。哼，哎，瑶瑶，哎，瑶瑶啊，妈，你们花钱买了什么？怎么花了那么多啊？瑶瑶，你别急，别急啊，爸妈是在给你长脸呢。而且啊，那个王公子不是最喜欢你了吗？你撒撒娇，他肯定乐意给你花钱。妈，你别提王聪了。不提了，你好好的啊，爸妈呀，肯定给你长脸。
挂了。哎呀，还是把住了王聪才是最有用的，哪像这个林不凡呢？光会孝顺，一点钱都没有，有什么用？不凡，这真的是你的店呐？妈，这下相信你儿子有本事了吧？臭小子！爸，快试试新车，看看手感怎么样。好嘞。哎呦，不凡呐，你快跟妈再好好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妈是又高兴，心里又不踏实，这生怕你是为了我们，这背了什么天大的负担呐！小凡呐，爸知道你有本事，但没想到啊，你这么厉害呀！以后你要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跟家里说啊。我们虽然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呢，好歹能替你分担点心事儿。哎，对呀。爸妈，你们呢就放100个心。你们儿子我呀，现在是有本事了，而且你们只需要知道，咱们家这钱来路正，够咱们几辈子都花不完的。所以啊，你们就安心的好好享福就行啊。哎，我儿子这辛苦没白费。就是。不过啊，这最辛苦的还是小晴，她因为担心你啊，这跑前跑后的，这今天还骂的那2个老东西哑口无言。多好的一个孩子啊！不凡呐，你可得一直对小晴好啊。妈，我知道。爸妈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？那我之前那不是看在不凡的面子上，才对月瑶一家忍让的，现在还忍什么呀？该骂咱就骂。爸妈，我呢现在条件也好了，我想接你们2口子去市里住。我那儿房子很大，你们过来，我也能好好的孝敬你们。哎呀，不去不去，那市里我们住不惯，那楼上楼下谁都不认识，憋屈得很。还是咱自己家好，敞亮，这街坊邻居都熟。是我那些老伙计们都在乡下，我们下个棋喝个茶也方便。真要去市里啊，那真是2眼一抹黑呀。可不是嘛。可是什么？不凡，有件事儿你得听妈的。你看，这小晴一个女孩子家，这之前呢工作在老家，就来回2地跑照顾我们。现在工作在市里了，还得来回跑，多累呀！让小晴啊搬到你那儿去。让小晴啊搬到你那儿去，你们2个人相互有个照应。好啊，我也期待嫂子搬过来。嫂子，你说呢？你们2个现在都是单身，也可以考虑再找新对象了。只要人品好啊，我们都能接受啊。哎呦，爸，你说这干什么？你说这干什么？我跟你爸还想早点抱孙子呢。是啊。爸跟你们说个正事儿，明天我到时候带你们去市里最好的医院，做个全身体检。这次啊，必须得给我老爸的身体好好检查一下。哎呀，不凡呐，我之前呢是被气得气不顺啊，一点病痛没有，现在好了，咱不花那冤枉钱。对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咱不浪费那钱了。那钱啊，你攒起来，以后自己好好过日子。不行，说什么这次你们必须听我的，要不然我这心啊老是悬着的。哎呦，爸妈，体检很重要的，就像车开久了需要保养一样，你们身体好，不凡在外面工作才能无后顾之忧嘛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对不凡最大的支持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小晴多会说话，听着就舒服。好，听小晴的，去，我们去检查，行了吗？行，我们听小晴的，去。对，让孩子们安心。检测到宿主心态沉稳、积极担当、关爱父母，拥有绝对实力。奖励宿主临市顶尖私人医院云安医院100%控股权和管理权，相关信息已告知医院郑院长。系统也太会给奖励了！我要给我爸妈开启最高规格 VIP 通道，组织全院最顶尖的专家进行全面体检，保障所有流程无缝衔接。林动，老先生和老夫人的体检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二老的身体非常硬朗，
只是有些老年人常见的小问题。我们专家团队啊，已经定制了详细的调理方案，而且我们会定期上门服务，还请您绝对放心。好，谢谢郑院长跟各位医生啊，这次的体检可真舒坦，一点也没累着。对呀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做体检还能这么享受的。哎呀，不凡呐，爸妈可真要好好谢谢你呢。哎呀，爸妈，让你们快乐，这是我做儿子的本分。郑院长，后续就按照你们定制的方案来就行。是，林董请放心，我们绝对服务到位。哎，别叫我林董了，叫我林先生就行。我不想让医院里太多人知道我的身份。好，行。郑院长，楼下刘医生又出事了，这次，哎，您去看看吧。要不我一起去看看吧？行。不凡，你去吧，我送爸妈回去。好。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云婷吗？在学校时，她还帮过我。这2年没联系，怎么来医院了？我帮助她，应该也能获得系统奖励吧？云婷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该不会是这个医生对你做什么猥琐的事了？刘医生说他之前看错了报告，我没病，我白吃了那么久的药。我不是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吗？你还想干什么？一直揪着不放，你不是无理取闹？道歉就行了吗？人家健健康康的一个小姑娘，因为你的一个错误吃了这么久的药，她的健康怎么算？她的心情，她的工作谁来弥补？当时2个病人都叫云婷，看错报告我也不是有意的呀。这也不是刘医生的错呀。你还想故意害人啊？没有错，我真想把你们2个人的头都塞进粪桶里。这人气势怎么这么强？你们这是医闹，你再这么闹，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。把我扔出去？这位医生，请注意言辞，不要对林先生无礼。林先生，这刘医生他是名医，他只会治病，不太会与病人交流。至于这位患者，我们医院一定会赔偿的。医院有这种医生，以后谁还会来这里看病？医院的声誉还要不要？赔偿？你怎么赔偿他的心理创伤？谁来弥补咱们医院的声誉？你开了我还能去别的医院，我还能带走一大波患者。一个穷酸破烂的毛头小子，你凭什么质疑我？闭嘴吧，林先生，您说应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主要责任在这刘医生的身上，当然这医院也存在失察的责任。这样，82进行赔偿，赔给云婷小姐。同时，这个刘医生必须在网上公开给云婷进行道歉。这刘医生多次闹出了医疗事故，不再适合继续做医生了。把他的个人信息给我爆料到网上，让他以后都再做不了医生这个行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职业也轮到你说3道4？你是谁啊？你知不知道成为一个医生有多难？你这是毁掉他的职业生涯。让刘医生道个歉，赔偿不就行了吗？大不了停止留心一段时间。刘医生毕竟是咱们医院的招牌之一啊。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院长，你就看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欺负我们医院的人吗？某种程度上，他就是你爹。他是医院的实际控股人，是给你发工资的爹。林先生，公开道歉、曝光信息，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医院的声誉和客流？既然犯了错，那就得认。对病人不负责任，那才是真正损害医院的名誉。另外，只要咱们敢勇于承担错误，大家的谩骂也只会聚集在这些烂人身上。如果现在要是把这件事压下去，以后万一要是曝光了，咱们医院才是真完了。郑院长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我不就做错了一点事儿吗？一点错？你那儿还有药吗？你把这些药都给我吃了，我考虑考虑原谅你。我不吃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么多药，吃了没病也得得病啊！哎，你们2个刚才不是还在帮他吗？那就把这药一起吃了。哼，虚伪。这2个医生同样是助纣为虐，也同样处理吧。保安，干什么？
我现在以院长身份宣布，这3位医生工作出错，态度不端，导致这位患者身心严重损伤。我现在已经把他们开除，同时我们会在官博对受害人进行公开道歉。院长英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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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长英明。林先生说的对，有功就该奖，有错就该罚。我们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，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一位对病人不负责任的医生。好，院长英明，院长英明，院长英明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哎，郑院长做得不错。林先生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忙处理后续事情了。不凡，谢谢你，你还和之前一样热心。咱们之间是朋友嘛，朋友之间就该互相帮助。再说了，这毕竟是我的医院，我可不能因为那么一个刘医生就影响我赚钱，不是？你还和之前一样幽默。检测到宿主帮扶弱小，充分践行男子汉的责任与使命。奖励宿主全球限量级无限制消费黑卡1张，黑卡已送至您的口袋。无限制消费黑卡。不凡。过几天同学聚会，你去吗？我最近可能比较忙，就不去了。不去也好，吴丽点名问你的情况，他肯定想当着大家的面嘲笑你，就是想见你的人见不到了，有点可惜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倒是想去看看。真的？我倒是好奇，这个吴丽，他想怎么嘲笑我？行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到时候有什么事，随时打电话联系我。林不凡果然还是那么厉害。爸妈，要不我还是送你们回去吧。不凡，你生意肯定不小，你们呐，快回去工作吧。我开车的技术你是知道的。对，只要你们在市里好好的就行。妈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嫂子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哎，不凡，你现在也有一定的资产，肯定要经常见一些重要的人，是不是该添置几身像样的行头了？总不能你老是穿这几件休闲装呀。嫂子说的对，是我疏忽了。这样吧，那你陪我去瓦达商场挑几件吧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去。小倩，我入行时间长，想提醒你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儿。你看这个人一身穷酸样，像买得起我们店衣服的样子吗？可是当时培训的时候说不能歧视任何一个客人。我们并没有歧视，只是不接待，不算歧视。我是新人，这个月还没有开张，多试试总没错。欢迎光临阿玛服装店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这排，哎，你看哪套衣服适合我？这3排吗？这3排可是我们店当季高定新款，你要是买不起，就不要在这儿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买不买得起是我们的事，服务我们是你们的事。怎么，想被投诉？就你们，连投诉页面都找不到吧？威胁谁呢？我就不服务你们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是吗？那我今天还就让你来给我服务，滚过来，给我换鞋。有钱才能当大爷，让我做狗都愿意。没钱装什么味儿？不凡，我们是来买衣服的，既然他们服务态度不好，我们换一家态度好的就是了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嫂子，这好歹是咱们自家的产业，这些导购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咱们的收入，必须得好好教教某些员工。你说我买不买得起啊？走。先生，您看这双行吗？
我说你挑的鞋没有一双是我满意的，你这个店长做的实在是差劲。去，给我挑2套衣服。选得好，刷卡吧。不用看他了，他以后就不是这个店的店长了。以后这个店的店长由你来做。你，我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你是我的狗吗？那给不给你狗食，得看我的心情吧。你再有钱，也不能剥夺我的工作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这瓦达商场的主人，你们老板的饭碗，那也得看我的脸色。雷雅，你们开了，新店长是小倩，你可以交接工作了。你们有些人呢，卖奢侈品久了，就自以为和那些买奢侈品的人一样了，高人一等，可笑。我告诉你，销售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顾客当作上帝，你能明白吗？姐夫，你这戏演的可真全套啊！你这又是从哪儿找的演员啊？还说是瓦达商场的主人，吹牛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你一个臭代驾，偷开客人豪车出去装逼，现在又来这儿骗人给你换鞋啊！姐夫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啊！正想着怎么给爸报仇，你闯过来可怪不得我了。你的意思是我偷车？那可不是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你就等着进局子吧，除非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咱们2个亲戚一场嘛，最近手头有点缺钱，你接济一下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你想要多少？ 50万！哼，小逼崽子，你他妈真敢要！你跟我姐结婚了3年，你耽误了我姐3年的青春，给点钱怎么了？而且这还是你骗我的精神损失费，我姐那份我还没要呢。所以你就污蔑了我偷别人的车，然后现在还想管我要封口费，然后再坑我的钱。徐荣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林董，我明白了，岳阳在公开场合公然污蔑，还敲诈勒索，对您和公司的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害。我已经把录音发给了警方，警方10分钟后将会到达。做得不错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就别在这骗人啊！谁会信你这个废物的废话？还报警是吧？行，我就在这儿，看咱俩谁被抓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见了我以后你得绕道走？你不仅自己撞上来，还让我爸失业。穷鬼，离我远点，身上的酸臭味沾我身上了。还有你爸那个老东西，他失业也是活该。你们2个都看到了吧？他不仅先动手，而且还辱骂了我们一家人。对，是，我们都看到了，都能为您作证。不凡，没事儿，嫂子，我就和前妻的弟弟玩闹一下。店里的监控坏了。是，他勒索完您，这监控就坏了。你看他这一不小心还摔倒了，可别讹上我们店。我的店长职位可不能还没到手就没了。没错，这个人不仅辱骂客人，还讹你，还故意摔倒，再次敲诈，可恶，就应该让他进去。有钱真好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你们说谎，你们为什么都要帮着这个废物啊？我要告你们！这人证物证齐全，你说咱们俩谁会进去啊？哎，你猜法官会信你这个有前科的小混混，还是会相信我这个为林氏创造经济价值的企业家呢？岳先生，你涉嫌公然诽谤、敲诈勒索、侮辱责骂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
爸妈，我不去，救我！救我！林不凡，你给我等着！欺负我爸妈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帮我把衣服包起来，送到云顶府邸1号别墅。至于你，就别再做店长了，做店员磨磨性子吧。谢谢先生，让我继续工作。不凡为爸妈报仇，维护家人的样子真帅，简直就是踏着七彩祥云的英雄。嫂子，走吧，今天开心，我们去珠宝店给你买几件礼物。好。不凡，我们走吧，这些看起来都太贵重了，我不需要的。嫂子，刚才让你受惊了，你呢跟着我，我就得对你负责。我说过，要给亲人最好的。好，听你的。我跟着他，不凡这话说的。这些珠宝都是顶级设计师设计的珠宝，而且也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嫂子，你想要哪个？要不都要了吧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你的钱又不是打水漂得来的。啊，这个，要个这个小戒指就行。那就要这个戒指，还有这个项链，还有这个胸针，都一起给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先生，您对这位女士真好。不凡，爸妈知道你现在这么厉害，肯定会吓一大跳。吓到你了吗？今天？不是吓到，倒不如说是惊喜，一阵又一阵的惊喜。你给爸妈报仇，有手段，又厉害，又有狠劲儿。我现在有能力了，以后必须保护我的家人，谁也别想再欺负我爸妈，欺负你。不凡，你现在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就是不知道以后谁有福气会和你在一起。嫂子，这事还早呢，你说这，你这项链看半天了，快戴上试试。啊。不凡，要不你帮我戴上吧？哦。那个，我是想让你看看好不好看。好看。不凡对我这么好，我都有点依赖他了。不对，我是他嫂子，以前都是我对不凡好，现在一下子反过来，好像有点不太对。不能瞎想，不能瞎想，那可是嫂子。虽然她和大哥没结婚，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大晚上的还真扰民啊！检测到宿主今日为父报仇，伸张正义，谨慎布局，奖励宿主一个红包。红包？多少钱啊？银行卡到账50万元。系统，你这次未免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？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宿主加油，继续做男子汉啊！让你们也集上一起，看看你们岳家最后能拿出什么诚意来。林不凡根本不接我电话。这林不凡可真是胆儿肥了哈！
刚离婚就敢不接你电话呀？等把洋洋救出来了，我怎么着也得好好骂他一顿。行了，还是想想怎么把洋洋从里面捞出来。警察说他公然诽谤、敲诈勒索，已经达到立案标准了。瑶瑶，你弟弟现在正在上大学，千万不能到里面坐牢啊！林不凡这个王八蛋！瑶瑶啊，要不然你去求求林不凡呢？啊，他之前那么喜欢你，你长得又这么好看，是不是？咱们再说几句软话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啊？哎，对呀，你妈说的对，要是这样说的话，他现在这么有钱，说不定会分点给你啊。对呀，爸妈说的对，他让苏晴那个寡妇在身边，肯定是为了气我。他爱我爱得那么深，见了我肯定就弄不动道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肯定把小弟救回来。哎呀，不凡，人家想你了，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几天不见，打扮得人模狗样，得多从他这薅点钱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林不凡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岳阳也是你的弟弟，你能不能放过他呀？岳阳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一味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还有，现在这出是求人的态度吗？你别得寸进尺。反正在牢里的不是我不担心。不凡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岳阳吧。还是像我求饶的样子更可爱，可惜了，心却是个脏的。哎，瑶瑶，瑶瑶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不救你弟弟啊？他怎么能这样啊？这个王八蛋呢？那可是我们岳家的独苗啊！这妈爸，我看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看警局怎么处理吧。要你有何用？你快点拿钱出来吧！我拿钱？我给你们拿了多少钱？王聪的、林不凡的，我还倒欠林不凡钱呢。哎，你你少喝点酒，不啥都有了。你的牌少打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够了？你们两个打来打去，还不如打给林不凡，问他多少钱能和解啊？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一群小人，真是狗咬狗一嘴毛。林董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喂，你不就是想敲诈吗？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不好意思，林董正在工作。哎，林董，您这前岳母也太没脑子了吧？这求人态度，一言难尽。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挂我电话？林不凡要工作，就不能先停了工作来接我电话吗？林总不缺你那三瓜两枣，就是让你们长长记性，别欺负他的家人。虚荣，还是你懂我啊。林先生您好，我是岳家二老请的委托律师，请问您是否接受一定的经济补偿，然后撤案呢？是赔偿，不是补偿。你可以先说一下你们的方案，我会转告林董。如果拿不出方案，就委屈岳阳在局子里待着吧。岳家打算赔偿10万。10万？哼！岳家打发狗呢？林董，我终于明白您这几年的苦楚了。这岳家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？您是怎么忍的这几年？您打算让他们赔偿您多少？林董，你也太善良了吧！他们对您的伤害远超过50万。不，是500万。前2日，他们家刚买了一辆200万的车，他们出得起，欺负了我的家人，我必须得让他们大出血。林董，您简直是替天行道，太有血性了。10万还嫌少，这林不凡还想趁火打劫啊！岳阳涉嫌公然诽谤、侮辱、责骂、敲诈勒索多项罪名叠加，要判好几年啊！林先生还是林氏有名的企业家，损失不可轻易估量。这10万确实是有点少。50万，我们再问问。100万，这总行了吧？这个林不凡真是贪得无厌。
我要告他敲诈，搞死他！林先生没有主动开口索要金钱，所以构不成敲诈。喂，妈，你快救我出去嘛！他们要把我剃成光头，要把从看守所送到监狱啊！妈，我这……喂，100万，150万，一定得让他们撤诉。喂，岳家愿意赔偿150万。这200万。200万。250万，打。250万。岳家人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300万，哦不，350万。哎呦，洋洋可是咱们家的独苗啊，花多少钱都值，得救。焦律师，你打。350万可以。喂，我来。喂，我给你500万，这总够了吧？难怪你得不到瑶瑶的心呢。你就拿着这笔钱去孝顺你爸妈吧。明天下午派出所见，我要现金。林董，您太神了！只有赔偿还是不过瘾，欺负我家人，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们的。或许可以收集一下岳家的违法乱纪行为。你这倒是个好建议啊！检测到宿主手段霹雳，为父报仇，有血性，讲义气。奖励宿主一个信息锦囊。什么信息？是关于岳家的哦。岳振祥多次嫖娼的证据，陈爱芳聚众赌博的证据，以及岳阳偷同学电脑和手表去二手店卖掉的证据。系统，你可真是一个好系统。你可以匿名发送给有关部门吗？当然可以，现在发送吗？不，我先拿了钱，你再发送证据。人刚出来，还要进去。收到宿主要求，发送时间已设定。林董在对我笑吗？林董太帅了，要是我能成为林夫人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你去工作吧。好的。虚荣，做好工作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是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出来之后好好做人啊，别再干些偷鸡摸狗的事了。我说你，怎么着，还想进去啊？那你姐和你妈还有没有钱来和解啊？我钱都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个王八羔子，你还想干什么呀你？没事，继续骂，再骂2句，你也进去住2天。林不凡，现在我们算2清了，你以后能不能别再针对我们了？再说，现在谁敢跟你抗衡？2清，没到时候呢。不是啊，你还想耍什么阴谋诡计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上你当了。哦，是吗？干什么？这林不凡都撤案了，为什么还要抓我？2位涉嫌偷盗他人财物和赌博，需要回局里接受调查。林先生，你可以先回去了，岳先生已经被捕了。明白，多谢通知了。哎呀，这要是偷情也算违法的话，那你们一家人可就整整齐齐的在里边团聚了。哎呀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我说你，警察同志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一定是林不凡的诬告，对不对？你们快去抓他呀！岳先生多次嫖娼，证据确凿，而你母亲和弟弟的证据也都有。此事是由多名群众匿名举报，和林先生无关，请不要随意诽谤。带走。不是，姐，你说话，姐。瑶瑶，你不能不管妈呀！救我呀，瑶瑶！现在，这才算2清。林不凡，你个王八蛋，我跟你没完！林董，这500万挺沉啊。给你5万当奖金。谢谢林董。恭喜宿主完成计划，展现男儿本色，奖励云豪酒店至尊荣耀 SVIP 卡。云豪酒店
至尊荣耀 SVIP 卡有什么用啊？能在全球1号酒店享受免费服务，酒店经理还会赠送美味佳肴，全球仅10张。这么强啊？系统真给力啊！虚荣，剩下的事你负责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嫂子，今天没吓到你吧？啊，没有，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，他们那是罪有应得。我只是觉得有点唏嘘，以前明明是一家人，现在却闹成这样。有些人压根就不配称为家人，我的家人只有爸妈，还有你。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厉害，爸妈肯定会为你更加骄傲。那你呢？我肯定也为你高兴啊，毕竟你现在这么有担当。只是高兴这个？今天那个徐总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一样啊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嫂子，这是吃醋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嫂子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身边呢肯定会有很多女孩，你要看清人。这个你放心吧，嫂子，他们围在我身边，要不看中的是我凌云集团的林董，要不看中的就是瓦达商场的林总，没有一个看中的是我林不凡本人。但是只有你，嫂子，只有你看中的是我这个人，无论是我穷还是富，你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关心我，这份心意谁都比不了。行，反正你跟月瑶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你以后有很多自由去选择新伴侣。那你明天有没有空啊？一起吃个饭？明天好像不太行，明天有同学聚会。啊，同学聚会啊？我听说你以前挺受女生欢迎的，不少女孩都喜欢你呢。嫂子不用担心我，我谁都不喜欢，谁都拐不走我。谁担心你了？你爱去不去？我睡觉去了。哎，嫂子，要不明天你也陪我一起去？反正你也是我的家属，正好也想让同学们都看看我现在过得有多好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这个家属有点不太一样，要不我还是不去了。好吧，嫂子，反正你要是想来的话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等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我也该说对不起。云婷，林不凡，又见面了。你这恢复的怎么样？多亏了你，我这段时间积极治疗，身体好了许多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主要还是你积极配合，要不然名义栏里治不了你。你这简历是……啊，生病那么久，工作也耽误了，最近在找工作呢。好。走吧，估计大家都到了，我们一起上去。尝尝这个，我最近还行，你呢？嗨，咱们这岁数，稳定比啥都强。啊，云婷，林不凡，你们怎么一起来的？楼下遇见了，就一起上来了。哟，这不是风云人物林不凡吗？在学校女生可都喜欢他。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啊？听说混得不太好，他老婆就因为他太穷，跟别人跑了。该不会趁着我们吴总请客来这儿蹭吃蹭喝的吧？云婷，来这边坐，我特意给你留的位置。坐坐坐。林不凡，坐这儿。吴哥，坐。不凡，你这少女杀手的称号真不是白来的。哎，吴哥，听说您这几年混得不错，
都当上大富翁了，我们可是沾了你的光，才能吃上这8888亿桌的饭呢。是啊，是啊，五哥，是啊，混的还行，也就比你们都强点儿。哎呦，是，哎，不凡呐，现在行情不太好，工作不好找，要不我卖你个面子，你来我公司看仓库，1个月5000，还包吃住哦。吴总大气，林不凡还不快谢谢吴总。吴总，您今天请客是吧？我能再加点菜吗？没见过吃的。看在你生活困难的份上，你尽管点，都算我的。哦，服务员，加几个菜。哎，这个至尊帝皇蟹，还有法兰西黑松露焗蜗牛。好，另外再给我来2斤黄金鱼子酱。嘿，酒水单我看一下。就是这个罗曼尼康帝特级原干白吧，给我来3瓶。好的。吴哥，你看，那个吴总，我这不像您啊，当上了这大富翁，我混得比较差，没什么见识。我刚才点的那些菜不贵吧？吴总您付得起吧？您不介意吧？哈哈，不凡，别客气。这点东西我吴力还是请得起的。云婷，你看一下还想吃点什么，随便点。这家酒店的董事长跟我爸还有点交情，我这也算是半个自己人是吧？是，以后啊还可以介绍给你认识认识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有张这酒店的 VIP 卡，我去前台取一下。VIP 卡，该不会是那种大街上发的打折卡吧？哎，我们吴总可是有钻石卡。没错，云豪的钻石卡，消费打75折。哦，不常消费的人拿不到。打扰各位了，我们董事长了解到，我们酒店的至尊荣耀 SVIP 客户林先生在此用餐，特意嘱咐赠送给林先生鱼子酱和伊比里亚火腿拼盘，祝各位用餐愉快。送的都比点的这一桌贵了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林先生，是林不凡吗？至尊荣耀还是 SVIP 卡？这卡可是能终身免单的呀！董事长贵人事忙，忘了我姓吴啊！这真是太客气了，我吴力的面子还是够大的呀！是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大家放开了吃，放开了喝，别客气。不错，好酒。云婷啊，待会儿吃完了，我带你去见见董事长，给你引荐一下，对你以后的发展啊有好处。这鱼子酱好像不怎么新鲜啊。还有这酒，醒的时间也不够，酸度有点突出，也就一般般吧。你这一个啥都没有的穷光蛋，在这儿装什么老饕啊？哼，人家董事长送我的东西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这是给林先生的。我知道，谢谢你们董事长，我一会儿啊就过去拜会啊。各位贵宾好，这是我们集团董事长陈董，特意来敬大家一杯酒。哎呀，陈董事长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哎，这我怎么好意思呢？您太客气了，我就是吴力，我爸是吴。林先生，您来了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？下面人啊不懂事儿，没有把至尊荣耀 SVIP 卡给您送上来，我呀亲自给您送来了。您拿着这张卡。这怎么回事啊？
这饭菜还可口吗？有退步，是我们的失误。我马上让人把最好的酒和最新鲜的顶级食材都拿来给您品鉴，全部。哎，不用免单。今天咱们吴总可是说了，他做东啊，让大家见识一下吴总的实力。你就按原价算清楚就好。咱们吴总不差钱对吧？吴总很大方对吧？吴总和咱们陈董很熟，对吧？明白，明白。吴总是吧？哈哈，把这一桌，包括林先生后来点的酒、菜，还有我送来的这些，全部按原价核算，账单拿给吴总过目。哎，吴总，一共88万。88万，88万，这么多，我手里没那么多钱。陈董事长，要不您看在我爸的面子上。对不起，本店概不赊账，也不讲人情。如果吴总支付有困难，我们可以报警处理，或者打电话给你家人、公司。喂，我这有个项目，现在需要20万。喂，我这出了点事儿，急需点钱。喂，兄弟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银行卡到账20万元，银行卡到账35万元，银行卡到账50万元。是林不凡，这顿饭吃的真是这样的，不好意思啊，什么情况啊？那个打扰你借钱了，真是抱歉啊。那个来，感谢吴总，请咱们大家一起吃饭。谢谢吴总，谢谢吴总，谢谢吴总，大气，吴总大气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我拿出了酒店的 VIP 卡，管我叫爸爸吗？什么时候叫？爸爸。哎，好大儿，我就不给你发压岁钱了啊！还真是人前溜须拍马，人后苦苦钻营，无赖嘴脸做尽，今生跟班注定。你呀，这辈子也只能给吴里做个小跟班了。妈的！那个不凡，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呀？这么挣钱，能不能带带我们呀？哈，我就是入股了这凌云集团，还有这瓦达商城，小赚了一笔。小赚了，这两家都是哪间公司啊？这都真是有实力，太厉害了吧！一个是本市最大的地产公司，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商业综合体。入股这2家公司，以后就不收钱了呀！你这臭小子够可以的。你不也挺好的吗？有自己的安保公司，生意从来没有断过，说不定以后咱们还有合作机会呢。那说好了啊，以后有安保需要，记得来找我。一定一定。哎呀，真是人才呢！哎，来。云婷啊，喜欢就去追啊！他现在离婚了，你正好可以趁虚而入。你别胡说，你不是也喜欢林不凡吗？我那是崇拜，对大神的膜拜，而且他现在太强了，肯定看不上我。我还是远远的当个小迷妹欣赏吧。但是你就不一样啊，你聪明，能力强，漂亮，身材好，而且又一直喜欢他，你们肯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有没有希望呢？林不凡，云婷有话对你说。林不凡，我一直都喜欢你，如果你再找对象的话，考虑考虑我呗。云婷，谢谢你喜欢我，我现在身边已经有人了。你这么优秀，这回答意料之中。不过我说出来就无憾了，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吗？那当然了，你可以试着给凌云集团投个简历。林董，这是在给我开后门吗？我也只给有能力的人开后门。喂，嫂子，你到了？哦，在这儿呢。你记得投简历。走吧。嫂子，不凡，看来你魅力不减啊！同学聚会结束了，还有人追着向你告白。天地可见啊，我可是拒绝他了。好啦，我看到了，你有桃花，我也有，你得帮我挡挡。嫂子，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明天去我单位接我吧，别太高调就行，我怕吓到我同事。骑自行车来就行。
好。兄弟，你别嫌我烦。虽然你长得帅，身材也不错，但你骑个破自行车过来，不是让你对象不舒服吗？不是，那追女孩更不行了。你别嫌我泼你冷水啊！你看看我，开着豪车，穿着西装，拿着鲜花，这才叫仪式感。一个破自行车是追不到女孩的。兄弟，你也是来追女生的？是啊，我这一套牌面下来，待会儿往我女生旁边一站，所有女生都会羡慕她，我再顺势告白。哥们儿，这不就抱得女神归了吗？那万一你女神不吃这一套呢？我的女神是不虚荣，但是我得展现我的财力啊！要知道，在林氏，除了凌云集团的林董，最有财力的就是我。凌云集团的林董，你认识？哎，低调低调。去凌云集团办事时见过2眼，人真帅，还有魅力。短时间内拿下凌云集团和瓦达商城，是我的偶像。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你一个骑自行车的，是见不到那么高大上的人的，能见到我就不错了。看在你那么尊敬我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般见识。你想追的人是谁啊？我追的可是大美女啊！之前在老家工作，刚调回来不久，人长得漂亮又温柔，关键是能力还强，就像天上的仙女一样。关键是声音还很好听。虽然这是我第5次表白，但好事多磨嘛。美好的爱情只有克服重重磨难才能得到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倒是对你的女神特别好奇。肯定是比你对象好看。这小子还挺自信的。快看，玫瑰拿着玫瑰花的是谁啊？苏晴，从我遇见你开始，我暗淡无光的生活就充满了丰富的色彩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想再次向你告白，我喜欢你。表白这不是我一时兴起，而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。这是我第6次告白，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以后的生活一定是六六大顺的。苏晴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谱写我们的爱情华章吗？这哥们说话真有趣儿。原来这个林氏第2要表白的对象是嫂子，怪不得嫂子让我过来挡桃花呢。这男生还挺浪漫的，还开着豪车，长得也不丑。要是有人这样给我告白多好，都拒绝5次了，还不死心，还当众告白，这不是把人架在火上烤吗？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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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你来多久了？哦，刚到一会儿。风鸣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。你一次又一次对我的告白，已经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。更何况你今天还在这里当众告白，我要是拒绝你呢，就是不给你面子；可我要是答应你呢，就是对不起我自己。你这是道德绑架，而且我已经有对象了，你啊没戏了。你对象就是他啊？怎么样，帅吧？不是，他一个骑破自行车的，怎么跟我保时捷比啊？又不是每个女孩都喜欢坐保时捷，而且我就喜欢自行车。不烦，我们走吧。林氏老二，我们走了。这哥们的背影有点熟悉。哥们儿，开不开课呀？嫂子，你不用搂这么紧，我不会给你掉下去的，累得我喘不上气了都。这次谢谢你啊，以后还能请你来吗？那嫂子，你也得帮帮我，咱们可得互利互惠啊。行，我们互帮互助。哎，你一会儿要干什么？准备回趟公司，给徐荣安排了个活，看看他的成效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好啊，正好让公司的人也见见我的家属。走喽！林董，按您的要求，这是层层筛选之后的职员简历，核心人员和私人助理由您来定。你做得很好，去安排面试吧。好的。哎，我先出去转转。好。
林总，你被淘汰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搞什么嘛？耍人玩呀？我什么美女没见过，还想靠诱惑我走捷径？剩下全部面试的人都可以进来了。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恭喜你们加入凌云集团，未来和我一起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。谢谢林董。检测到宿主不仅帮助自己，还抵抗住了诱惑，展现担当与血性。奖励宿主期货卷轴1套。系统，你真棒，这个正是我需要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了。你们所有的工作都将和我直接对接。接下来的5天，你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空 WTI 原油期货，杠杆安全上限。第6天上午平仓，反手做多。在第7天收盘之前清仓。林总，目前市场动荡，风险极高啊。放心执行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。赢了之后，给各位多发奖金。林总请放心，我们一定认真执行。不凡，不凡，我看你忙完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哦，现在就可以回去。对了，嫂子，过几天有个商业酒会，我想你和我一起去参加。商业酒会，我去会不会丢人啊？你是我最重要的家人之一，怎么会丢人呢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快看，这是林董夫人吗？好美啊，和林董站在一起，简直像拍电影一样，太配了。看上去好高质啊，肯定是林董的贤内助。真是羡慕林董啊！我要是能和他一样该多好啊！瞧你那点出息，人各有命。好了，都别闲聊了，快干活吧。他的确很配林董。我就说这人影有点熟悉啊，原来是你俩。你在这干嘛？我在这儿等我男神，凌云集团的董事长林董。你笑什么啊？你笑什么啊？你抢走我的女神，我在这等我男神不行啊？你不会还要抢我男神吧？我呢倒不是抢你的男神，不过很幸运的是，我就是你男神。呸！抢我女神，现在还骗我？你要是再这样，我要你好看。看在你对我尊敬的面上，我不和你一般计较。但是你再这么肆无忌惮的说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徐总，这儿有一个穷光蛋冒充你们集团董事长林董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，损害你们集团形象。你这个智商是怎么做到林氏老二的？林董，您现在要回去了。这货真是林氏老二？的确是风鸣。不过林氏老二指的是他父亲，他家也排老二。哦，你真是凌云集团的董事长？如假包换。就是这样。林董，他们这次架空好像不是特别有信心。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样，你回去鼓舞一下他们的士气。他们没跟我干过，底气不足也正常。不过经此一役，他们对我就会心服口服。是。霸气，林哥，您太有纵横捭阖的架势了。怎么样，想不想跟我干？跟，我也大赚一笔，让我家老头子看看我有接手公司的能力。乖，我的女神竟然和我的偶像在一起了，双出狂喜啊！还是喜欢你刚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最近肯定是出了什么霉运，不是追女神不成，就是对男神出言不逊。这该死啊！哎，对了，过2天那个酒会你去吗？去，林哥去我就去。到时候咱们酒会见吧。好，林哥，你和苏晴姐一定要幸福啊！哎呀，这用得着你说，我们一家本来就挺幸福的。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这
性怎么大幅降了这么多？投入这么多，赔本了，公司不会倒闭吧？说什么呢？对公司有点信心，对林总有点信心。林总这次的决策真的对吗？市场可是一片惨淡，要不要劝林总现在抛售？哟，林总还真是舍得花钱包装女伴儿啊！听说你最近在期货市场玩得很大，做空原油。哎呀，这年头啊，还真有人啊，嫌钱多烧手，上赶着送钱做慈善呢。李总这话说的，那林总是普通人吗？林总非凡之人，说不定人家就能成功呢。让着，一群不长眼的老家伙！我哥一口气拿下凌云集团和瓦岗商城，实力、眼光、运气一样不差。你们不行。小兄弟，他真那么厉害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些内幕消息啊？我哥一向为人低调，许多事情不愿意大肆宣扬。马总，你稍微查查就知道了。多谢啊。哼。该死的林不凡，上次差点把我送进去，今天这么多大网赞，我肯定能拉到新投资，让我王家东山再起。哼，林不凡，你也得付出代价。哼，林总真是好兴致啊！怎么，瓦达商场收租不够花了，跑去期货市场赌身家？你可别把老婆本都赔进去了。哦，不对，你好像连老婆都没有了。苏晴，要不要考虑换条船？我家稳当的很，可不会让你摔了。几位为了我的事可是操碎了心呢，这份关怀呢，我林某人在这里就记下了。不过在操心别人之前，要不要先考虑考虑自己啊？李总，你们家的公司新项目3个亿的窟窿堵上了吗？刘总，你家产品被投诉的问题，解决了吗？八卦救不了你们的公司，要不我替你找个眼科医生看看吧。至于你，怎么进去住这几天没待够啊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！你再怎么强势，也不能无中生有吧？你也知道不能无中生有啊！你爸进去了，你也进去过，你现在还有力气在这四处闲逛？好，林不凡，你狂什么？等你爆仓跳楼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！哪来的狗啊？是不是没打狂犬疫苗啊？别影响了我哥。林不凡，你这是又巴结上了哪家的公子啊？穷然乍富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有，还学别人瞎投资，也不怕丢人现眼，赔得倾家荡产。嫂子，你跟着他可不会有好下场。我看你长得挺漂亮的，却没长舌头是吧？原来是勾引我哥不成，就污蔑我嫂子贱货，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拍出原形？岳阳，不凡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相信他的判断，我也愿意和他一起承担所有的后果。这件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嫂子，我们去那边吃些点心，这边狗吠不止，太烦人了。林总，果然如您预料的那样，价格暴力拉升，我们本金翻了5倍不止，净赚了50亿。成了，成了，我发财了！林总，林总，哎呀，真是天纵奇才，是我们眼拙，是我们狗眼看人低呀！您这手操作，那简直是神来之笔呀，震惊了整个金融圈啊！是啊，林总，您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赔罪的机会，以后有什么项目，千万带上我们。赔罪机会？李总、刘总，刚才你们2人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们不是说我已经赌上了全部的身家，还有人盼着我跳楼呢吧？误会，纯属误会。林总，是我们眼瞎，是我们嘴贱呐。是啊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。
我林不凡做事还需要向你们解释吗？我的眼光还需要你们来认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商场如同战场，输赢都是各凭本事。管不住自己的嘴，那你们就得付出代价。我倒是没有想到，你们不仅是眼光不行，连做人最基本的谨言慎行都学不会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凌云集团和你们断绝一切往来。至于你们两个跳梁小丑，我都懒得浪费口水。不过王聪，你刚才好像说想让我付出代价，还想拉投资东山再起。哼，我林不凡今天就明着告诉你，只要我在林氏一天，你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你会慢慢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的烂掉，这就是你招惹我的代价。还有你岳瑶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蠢和坏，哎，今天我在你身上发现又多了一样贱。你和这种人渣能混在一起，你还真是自甘堕落。祝你们渣男贱女锁死，千万不要再出来祸害别人，不然我见一次打你们一次。嫂子，我们走吧。帅，回家领夸。检测到宿主在公开场合以绝对实力和气势碾压对手，言语犀利，捍卫尊严与伴侣，完美展现男子汉的魄力、血性与格局。奖励东区绝密规划资料。风明，想不想再赚一笔，让你家里对你刮目相看？哥，肯定想。而且这次跟着你，我一下子就赚了这么多钱，100%相信你。这次咱们投资什么？东区的地。那不是一片荒地吗？你信不信？我信，哥我这就投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赶狗，我绝不捏鸡。嫂子，那你先回家吧，我这边的事需要点时间。行，那我祝你们一击必中，马到成功。有嫂子祝福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嫂子，有我哥在，万事都成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林哥，我看其他几块地比我们这2块都好，为什么选择这块地？你呢，就等消息就好了。以你的钱买不下一整块地，我就当你资金入股了，以后的分红绝对少不了你的。林哥，我相信你不会坑我。不过我们拿地的价格比你预期的还要低，那个不长眼的二世祖竟然还敢看不起你。他刚花了50亿买了块环外的地，回去非被打死不可。活该，判断不出地好地坏，判断不出何时停手，花了这么多钱买了块赔钱的地，等到他的公司没有资金运转的时候，我就把他家的公司全给收购了。哥，林氏老大就该是你。以后周边配套设施开发起来，那回报率可是几10倍。未来南面还会有几块地，我一定全部吃下来，然后打造一个新的市中心。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烂地，摇身一变就会变成新地标。你呢，倒是一个有才能的人。如果在家里的公司做得不开心的话，我随时欢迎你来我的公司。放心，待遇一定择优。林哥，你说真的吗？我能跟着你一直干？当然，不过我需要你给集团带来足够的利益，另外，对我绝对忠心。哥，这是肯定的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。再说了，我见了那么多背叛你的下场，我哪里敢啊？行了，你小子赶紧回家领夸去吧。哥，你不回家啊？嫂子还等着你呢。不是你这个臭小子，还敢打趣你哥嫂啊？不敢，不敢。恭喜林总，林总全武！林总，恭喜您！我们刚刚完成了最终结算，此次的原油战役，我们的净利润不是50亿，是55亿8千万，而且所有资金都已经全部安全撤离。林总，你简直就是活着的传奇，财经新闻的头条啊，全是你。林总，以后你指哪儿我打哪儿，绝对不带半点犹豫的，跟着你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林总您太牛了，我上班一辈子都赚不到您一天的零头呀。林总，能分享投资秘籍吗？哪怕1/1000也行。这次的胜利属于公司每一个人，没有大家的坚持，还有大家的高效执行，再准确的判断也无法实现如此辉煌的战果。另外，我也说过，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位功臣。根据林总指示，
本次的项目奖金池为5亿8千万，5亿8即可千万，且按贡献度发放至各位账户。马总要来见我？没错，他在酒会上和你一见如故，想要和你聊一聊短剧方向的合作。合作？检测到宿主带领集团人员发财致富，胸怀宽广，兼济天下，全力展现男子气概和格局，奖励宿主30%股份。这下有的谈了。行了，你去做合作策划方案，资金分阶段性投入，很快马总就会联系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是最大股东，比马总的还多。林总，我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宇宙，这辈子才能跟着您工作，我一定鞠躬尽瘁，兢兢业业。行了，我知道你的忠心，去做方案吧。我们一定要尽快占据最大的市场。是。短短3个月，你的资产就超过了1000亿。现在网上的人可都说你是拥有企业、医院、商场、新地块和互联网企业的资产大鳄。还有什么要忙的？我还没拥有你啊！爸妈还在问咱俩什么时候办婚礼呢。哎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那还不是要看你吗？大忙人。我呀，我现在就有时间。